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于9月5日公布投票结果。调查显示，现任外长特拉斯遥遥领先前财长苏纳克，有望接替约翰逊成为首相。这位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近日频频语出惊人，展现强硬姿态，叫嚣普京得罪马克龙，谋划推翻北爱尔兰议定书，让拜登不安，还声称或将首次宣布中国对英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特拉斯四面树敌，但英国的实力能否给他底气呢？英国《每日电讯报》周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若当选首相，可能推翻北爱尔兰议定书的计划，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担忧，这会给特拉斯维护与拜登政府的关系造成困难。一位白宫内部人士表示，出于个人原因，拜登非常关注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问题。报道称，拜登父母为爱尔兰裔，因而拜登与爱尔兰有种亲密感。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拜登也不希望英国在美国最无力承受的时候制造破坏，让人分心。此外，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5月19号曾发布声明称，如果英国执意废除北爱尔兰议定书，美国国会不能也不会支持与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北爱尔兰议定书于2020年12月达成，其核心内容为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界，欧盟货物自由流动规则和关税同盟规则依旧适用于北爱尔兰。此前，英国与欧盟就北爱尔兰议定书问题缠斗多时。特拉斯如果真的是在北爱尔兰这个议定书上采取一个单方面的这样一个举措的话，其实会给这个英国的外交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其实英国它在脱欧之后呢，就打出了这样所谓的全球英国这样一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呢是没有实际或者现实来支撑的。它不仅呢没有在国际上树立好它的这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这样一个形象，反而是在到处拱火。如果这个特拉斯继续延续这样的政策，那只能说这个全球英国的方向呢会更加的迷茫。有预测称，如果特拉斯当选且坚持推翻北爱尔兰议定书，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不会同意与其举行高级别峰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时间上周四，特拉斯在天空新闻台播出的辩论中称，他还没有决定将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英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马克龙则回应称，无论英国领导人是谁，英国都是法国的盟友，尽管其领导人有时可能在哗众取宠时犯了点小错误。分析认为，马克龙的言论暗指，在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本应亲密的盟友间发表存在敌意的言论是荒谬的行为。前英国驻法大使彼得·里基茨也表示，特拉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有报道指出，由于一系列争端，英法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法国方面的耐心似乎也越来越少。他呢借用的这个势力其实就是党内的这个民粹势力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英国的这种爱国主义，所以他要把英国打造成一个欧洲的一个领先国家，是和其他欧洲国家有竞争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法国呢就成为了他的一个目标。那么其实呢，他这番言论呢是不符合这个英国的利益的。我们看到他这番话出来之后，其实有不少的英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政客都出来这个纠正他。实际上，特拉斯屡次发表惊人言论，试图展现其铁娘子第二的强硬姿态。特拉斯23号声称，他认为按下核按钮是首相的一项重要职责，他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这么做。据了解，特拉斯此前在竞选中还曾表明，他有意更新英国的核威慑力量。针对特拉斯的涉核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调侃称，这是《王牌大间谍》系列喜剧电影新作的完美开头。这次的神秘国际人物角色将由女性扮演。此前在被问及是否会在20国集团期间与俄总统普京坐下来谈谈时，特拉斯表示他会叫普京出来谈谈，还声称准备搓一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锐气。有报道指出，世界各地的高级外交官和内部人士都表示，特拉斯在全球舞台中并不受欢迎，他在西欧大部分国家以及美国都遭到质疑，与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关系也存在问题，在俄罗斯更是不受待见。特拉斯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作风与英国主要盟友的现实关系背道而驰。在对华政策上，特拉斯也有不负责任言论。《泰晤士报》周一报道，特拉斯声称，如果他当选首相，他将重塑英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将首次宣布中国对英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回应称，其言论不负责任。我们对英国的内政，包括
保守党的党首选举不予评论，也不感兴趣。我想奉劝英国个别政客，动辄拿中国说事儿，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也解决不了英国自身的问题。虽然特拉斯屡屡在防务等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但英国的军事实力恐难撑起他的雄心。俄媒24号以特拉斯的威胁遭到俄罗斯人嘲笑为题报道称，英国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方法是从潜艇发射 UGM-133 3x2导弹，而这些潜射导弹存在一个问题，他们4-5年才进行一次测试，而最近的测试几乎以核灾难告终。而担任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旗舰的英国航母威尔士亲王号起航后不久，就于周日在家门口附近海域抛锚。自服役以来，这艘价值35亿美元的航空母舰饱受各种故障困扰。英国卫报称，2020年底，发动机室的严重进水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威尔士亲王号趴窝在普茨茅斯港。而在其服役的头2年，该舰出海执行任务的时间不到90天。有望成为下届英国首相的现任外长特拉斯表示，按下核按钮是首相的一项重要职责，自己已做好准备，在必要时这么做。您对此如何看？我注意到英国《每日镜报》在报道这次消息的时候，使用的是特拉斯冷漠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将发动核毁灭这样一个标题。很显然，《每日镜报》想为特拉斯塑造一个不惜使用核武器毁灭全人类的冷血动物的这样一种人设。不过我认为《每日镜报》主持人在问特拉斯问题的时候，已经给他设置好了一个陷阱和圈道。主持人问，假设他成为首相，并被带到唐宁街10号一个高度保密的房间，面前摆着3x导弹系统的发射按钮，你敢不敢按下去？在这个问题当中，主持人并没有向特拉斯说明按下核按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此时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核战争，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将要或者正在对英国进行核攻击。假如前提条件是肯定的，那按下核按钮当然会是英国首相的一项重要职责。不仅仅是英国首相，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但是假如前提条件是否定的，那特拉斯当然就是不惜毁灭人类的冷血动物。特拉斯在参加竞选活动时还表示，对于马克龙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暂无定论。您对此是如何分析呢？我认为作为英国的外交部长，同时还是有可能成为下任首相的人选，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讲出这样一番话，的确是非常的突兀与非常的不得体，尤其是在法国与英国仍然是北约重要盟友的情况下。当然了，虽然特拉斯不应该讲这样一番话，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番话本身就一定错了。在我看来，这番话实际上反映出了特拉斯在内心深处对马克龙的不满，包括马克龙曾经一度要带领欧盟独立于北约之外，甚至是成立专门的欧洲军队，以及马克龙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等等。而且这个不满并不仅仅是特拉斯对马克龙个人的不满，而是代表了整个英国对法国的不满，甚至是对整个以法德意为中心的欧盟的不满。而英国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同时英国也是所有由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建立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家的传统精神领袖。因此特拉斯与马克龙的口水仗背后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英国与法国、英国与欧盟的矛盾，而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建立的五眼联盟国家跟传统欧洲大陆国家的矛盾。传统欧洲大陆国家不满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建立的国家过于意识形态化与价值观念化，而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建立的国家则指责其欧洲大陆国家过于功利化与现实化。因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拉斯与马克龙的口水仗反映出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歧与裂痕正在逐步加深。那对于英国多个工会纷纷组织罢工以抗议物价飞涨现象，您又是如何解读？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因为不仅仅是英国，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在内，都出现了工会罢工抗议浪潮。我们知道，这次西方以及全球之所以会出现通货膨胀，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节操的放水、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等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高企。因此，在西方军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关键性时候，英法德等国家纷纷出现罢工抗议浪潮。这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理想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生之间的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并且受到了西方强烈的经济封锁与金融制裁，其国内通货膨胀以及经济民生艰难程度要远远超过不少西方国家。然而，俄罗斯国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反而是西方国家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涨了。我认为这就是普京要在乌克兰问题上跟西方国家继续叫板下去的底气之所在，也是最近俄罗斯准备扩军备战的重要原因。很显然，俄罗斯仍然在用石油与天然气做筹码，跟西方国家搞对赌。俄罗斯认为，随着今年寒冷冬季的即将到来，欧洲的石油与天然气供应会进一步短缺，全球的物价会进一步飞涨，到时候欧洲国家的反战与反本国政府的声浪会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迫使欧美国家不得不改变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甚至是迫使欧美国家不得不给乌克兰施加政治压力，让其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和谈条件。因此，未来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转折点，通货膨胀程度以及欧美民众对其的忍受程度，将会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